俄罗斯 A100预警机难产，他们为何不向中国采购预警机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元绍。正在持续进行的俄乌冲突，俄罗斯空天军缺少先进预警机，成为了一个明显的短板。乌克兰空军到现在都有战斗机来出动，甚至能够执行对地火力支援任务。不得不说，这是对俄罗斯空天军的一个侮辱。那么，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空天军的预警机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现役的预警机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呢？说实话，俄军的预警机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中国15到20年左右，当然，其总体技术也落后于美国。俄罗斯的主流预警机是 A50和 A50U， 前者属于上一代的老式预警机，它的主要设备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品，而且目前只剩下不到10架还能飞行的。A50U 虽然是 A50的改进升级版，但也没有使用先进的相阵雷达技术。其雄风 M 预警雷达是一种 E、F 波段的3坐标脉冲多普勒雷达，不过其机内的操控台上的显示系统则换上了液晶显控。A50U 在俄罗斯算是最先进的了，但是比起中国的空警2000还落后整整一代，因为后者已经是配备了有源相阵雷达的先进预警机了。而相比于中国的空警500，在技术上 A50U 整整落后了2代。因为中国当前的主流预警机使用的是数字阵列雷达，拥有多目标处理能力强、抗干扰能力强、数字化水平高等一系列的优点。俄罗斯空天军在预警机领域的希望所在是 A100。A100预警机研制了18年，但是现在恐怕要难产了。俄罗斯方面确认，目前遇到了使用国产芯片和电子元器件替代进口产品的困难。A100上安装了双波段的有源相阵雷达，号称在性能方面秒杀美国和中国的预警机。其原型机在2017年就实现了首飞。然而，俄罗斯的军工信使报报道称，该机的服役时间可能要推迟到2025年，这就是其难产的征兆。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预警机的研制难以获得先进的芯片和有源相阵雷达所使用的氮化镓 T2组件，就连Su-57隐身战斗机的量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采购的中国 JDK-03预警机在世界上都算是先进产品，中国自然也能向俄罗斯出口同类型的产品。当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立即向俄罗斯出口这样的产品，要等到和平时期，双方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时，才有可能将中国研发的先进预警机卖给俄罗斯。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空天军为何不从中国采购预警机产品呢？恐怕是根本不会。首先，预警机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指挥控制平台，要与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等不同的平台进行数据交换。俄罗斯如果一旦采购了中国生产的预警机，就意味着在数据链和指挥控制系统方面要向中国体制靠拢，还要对大量俄制战机进行改装，才能与预警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同。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采购中国的预警机会严重打击俄罗斯飞机和雷达产品的形象，对该国的武器出口非常不利。俄罗斯过去是向中国出口武器的，一旦反向从中国引进主要的作战装备，哪怕是预警机，都会给世界各国造成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包括雷达、电子技术落后的印象。最后，俄罗斯军工仍然盲目相信西方的电子技术水平。从这次俄乌冲突的武器残骸中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军工更愿意使用西方国家的零配件，特别是电子配件，很少使用中国的。从中不难看出，俄罗斯目前对中国还是一种老大哥的心态。总体而言，俄罗斯预警机未来有可能从中国引进 T2组件，
但是不可能会引进全套技术。这是一个军工大国的骄傲所在，对此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理解，也祝愿俄罗斯的军工能够不断取得进步。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